这一次真的不得了啊！骑着公羊性能旗舰跑旅 G7 来挑战传说中限速30的绝美山道。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油门禁欲的修行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听说有些车速已经测掉了嘛？那个就不好说了，就慢慢骑就好了。好，谢谢提醒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要来骑车啦，没有错，来到了云的故乡。准备来救 RV 的来跑个山，南部的乡亲相信哦，对这个雾台可谓又爱又恨呐、对吧？这2年因为测速照相兴起的关系，好像有点没落了，然后游客也变得少。然后最近新闻也是有报道嘛，说什么屏东县政府已经撤掉了，就是垦丁路段的一些测速照相。然后据网友回报呢，雾台有部分的测速照相也已经撤掉了，就是壳子还在，就里面的相机已经被拿掉了。哇哦！来看看这些举措会不会力挽狂澜，让这个雾台的观光重返荣耀。之前我就发现说 G7 的上坡的扭力流失感比较少。哇，这个上坡的扭力还是有一点点流失啦，不过比 RTX 好太多了。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它动力再补下去的时候是更加直接的。来看一下啊，我完全回油，再补油，嚯，完美衔接，完全没有顿挫感。再试一次哦，补到弯，放油，回油，还没到失速哎，再补油，哎哇，还是衔接得上。对啊，好像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失速的状况了嘛，就是离合器完全松掉，然后车子就是撸的方式。待会下坡的话再深度研究一下这个部分。像我一开始骑到 G7， 我觉得说哇，怎么跟 RTX 一样灵活，哇一样灵活。但是呢，灵活之外呢，这台车还有一个非常棒的点，就是很适合我身材。像我 RTX 走这种比较紧绷的弯道啊，我的身体还是有一点被拖着走的感觉了嘛，因为有点可能脚长的关系，然后 RTX 本身也是比较小台嘛。可是 G7 也是完全契合我这个身高178的骑士的，不管怎么扭腰摆臀啊，哇，我的骑士三角都可以维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活动空间、舒展空间，这种感觉起来骑长途的话，应该会比较没那么累。三德检查站，要稍微登记一下。听说有些测速已经测掉了嘛？你在讲的那个应该是平峨公路。往恒春的那一条路哦，因为我看有些人分享说那个测速上是空的，那个就不好说了，反正就慢慢骑就好了。好，谢谢提醒。感谢帅哥远景的诚心分享，有些话不好说，但答案或许早就尽在不言中。曾经限速30的高难度挑战，也许真的慢慢成为过去。反正骑车嘛，不是为了快，而是享受路上的每一刻。今天保证轻松 RV， 好好感受 G7 带来Q的跑旅节奏。哇，万众古游野店，这也是著名的拍聚焦的景点。哇，跟上次来一样，已经没有人了。晚一点看看吧，晚一点。哇，现在落叶有点多，注意那个路缘的部分。虽然是有弯道 TCS， 不过还是要保守至上。哦，神盾有来提醒了，限速30公里，限速30公里要怎么骑啊？好，我现在是没有违规的状态，试一下。最后一只哦，来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，是空的吗？真的是空了呢。可是我觉得速度的快慢无关绝对的安全啊，有时候慢也是很危险的，真是要看状况。我觉得要量力而为，对，不要影响到其他人，然后也知道自己的极限，车子的极限，再去做一些适合的速度。这样子就 OK 了，这样子就很棒了，我觉得。哇哦，今天天气实在够好了，真的非常适合跑旅的车子来玩玩。稍微热血一点点，稍微抓的极限一点点。弯中含着刹车再补油。哇，真的好轻快啊 ，G7。哦，去到里面就比较湿一点哦，要注意哦。
要慢要慢，我们要听远景的提醒。哇，这个倾角好灵活，哎，只用前刹也很稳定哎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平地啊还是跑山啊，我觉得前刹还是为主，后刹为辅。对啊，像很明显嘛，就前刹的碟盘做的比后刹大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像有些大型重机前面还是有2个碟刹，对，就主要制动力还是在前刹，因为不管是你刹车啊，还是下坡啊，它的重心都是往前的嘛，对啊，你按前刹的话，它那个下压力才有那个抓地力嘛，那个轮胎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要习惯一下啦。当然有 ABS 可以让你前刹的容错空间更多，因为毕竟如果没有 ABS 的话，你前刹打滑的话很难救回来，你后刹打滑的话还能救得回来。所以早期一些长辈会说主要用后刹，可能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就是没有 ABS。因为车子一直在进化，一直在变嘛，所以一些车子搭载的安全配备你真的要稍微去理解它的作动理论，它的目的设计的道理这样子你骑起来也会比较安全，才有办法发挥它所谓的安全变化优势。哇哦，这种东西能闪则闪，倾角中不要有任何异物干扰。然后听说这边也是有3年可能要注意啊。哇，限速30怎么骑啊？谁可以示范？限速30不违规，骑给我看，我拜他为师。这应该不有3年吧？应该没有地方躲吧？那我吹一下对，慢下来，还是有不祥的预感。墨菲定律吗？是吧？你一定要害怕你害怕的事情。哇，难得假日骑车出来玩乐一下，可是也不想留下任何国家级的纪念照。哇，这个 PTM 系统真的是比较没有伤害耶，真的有挡车的感觉，这一点真是毋庸置疑。像我挡车骑那么多年，接触速达不到1年吧，然后我骑 RTS 觉得还是就是少那种动力衔接的丝滑感，可是 G7 确实有还原到挡车动力衔接的丝滑感，非常的细腻。来看这个有个大长波嘛，补油、回油，还有失速吗？来补一下，动力直接衔接上它的链条还是可以维持张力，不管是链条还是 PTM， 这一点真的是舒服，哇，无可取代。补油，哇，它的动力衔接是完全还没有中断过的哇，有点实现了对面的那个挡车，还要保留多点空间我觉得骑车你要抓紧绷可以，不过还是要为自己跟他人留点空间。他刚刚那个过弯了就有一点紧绷了，他应该是超弯车吧，然后就路线有点偏掉了，可以理解。所以说你自己做没有用了嘛，别人的失误你也会捣蛋的有时候，所以尽量为彼此留点空间。像我几年前也是上跑雾台，真的遇到很多那种盲弯逆向超车的车子，哇，那个真的是不可取。哇，白牌车的优势就是可以很大的你油门一拜，油门可以给的很多。像我有时候油门一拜真的不是为了要骑多快懂吗？单纯就是想要享受它的那个机械美，就是引擎那个作动，那个高转运作下的活塞运动，哇，那个声浪，那个鼓动感，而且这个G7的它单杠的那个鼓动感还蛮明显的。来，慢速过弯，稍微补油，哇，那个动力衔接的太甜蜜了，完全没有顿挫感。我觉得这个 PTN 还有这个后摇臂哇，真的是骑过很难回去一般的速可达了，太毒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G7的体质它的刚性，它的那些动态平衡那个协调性应该再塞大一点。排气量引擎应该也是 hold 得住的，甚至我觉得有机会到200多 cc、220、230那样子，我觉得还是 hold 得住这台车的刚性，还有它整车的协调性。它可以 hold 住更激烈的动力、更激烈的推力。对，而且确实它的悬吊表现有重机的等级啦。
这个确实。天哪，我真的很不想一直在帮 G7 讲好话哎。可是至少目前骑乘起来，就单论骑乘体感跟爽感来看的话，真是很难挑剔。硬要扯骑乘体感有毛病的话，我觉得动力还可以再大。对，你不要搞摩电推，就是直接简单粗暴一点，加大排气量，最快最爽。云的故乡，哇，今天天气真是超乎想象的好哎，是有云，但是没有雾，所以你还可以看到明显的山的零线那个轮廓。哦，游客目前还没回温呢。哇，大上坡，油门一拜，松一点，再油门一拜。哇，这个路有点烂，哇，悬吊真的是没有话讲，G7的悬吊真的很棒，尤其是它的后悬吊，那个压缩阻尼感真的很爽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坡有点陡，有点急。哇，对，这个时候我动力有衔接有顿挫的话，我就有点危险了。对啊，如果你 RTS 啊，哎，怎么那么急弯？你回来都是吗？在补油的时候，它的顿挫感在弯中的话就很危险。哇哦，G7这一点真是，哇，太棒了！天哪，我不能深化 G7嘞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子会变成光阳的形状。我完全不想帮光阳分担仇恨值。但我就是有一说一啊，等有不好的话，我决定第一个在 G7的部分。哎，补油，哇，哈哈哈，用后刹辅助。对啊，像我的观念是，其实刹车不等于停车，它只是稍微自动就压制你的动态而已，可以减少一点往前倾的惯性。对啊，所以刹车不能停车。你不要以为说，遇到紧急状况哦，按刹车就可以了，或者说，弯中有 ABS 有提车不用怕。No， 这些只是辅助而已。刹车也不是说，全按，也是要一种左右细腻去调配。对啊，真的要熟悉自己的车子很重要。所以有空的话也可以多骑来山上，因为山上哦，对在车的各种性能啊，各种操控的体感呢，我觉得山道是个非常好去跟你车子建立人与车连接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轻胎超滑，远离 TCS， 我相信也救不回来。然后要有强烈的被害妄想症，就是永远假设南湾的另一端永远有来车。哇，这个悬吊真的很舒服啊！天哪，不行，我不能张口闭口都在赞叹，G7好棒。不行，我要挑点毛病，我立马挑。各位，对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 G7没有风镜？罗马 G7版本是有可调式风镜的吧？就手动可以调整的，我觉得那个非常的实用。如果G7改装的话，可能要花一个几千块吧。然后如果是以我的偏好来看的话，如果有附上跟那个罗马 G7一样的那个可调式风镜的话，我觉得超赞的。缺点目前真的要挑也难挑了。不过如果要讲可以升级的地方的话，我是觉得未来的G7看到的话是很棒的配备，那就是定速巡航。因为这台车在巡航的时候哦，不管是它的骑姿啊，还是它的车身的稳定度啊，如果配上巡航的话哦，真的是会变成完全不同等级的车，有更大的级距的版本，然后有更多的电动配备。哇，这台车就很棒。那时候其实就是 AK 啦，这样子这G7一点不上不下的。I don't know， 毕竟在商言商嘛，车厂都有他们的考量。毕竟还是要以赚钱市场为主。哎呦，这个挺还不错哦。那就老规矩照惯例，拍一些耍帅的画面。G7是冠阳迟来的救赎，还是昔日霸主最后的挣扎 ？That is the question。输赢中会被时间淡忘，但留下的感动会被记得。OK， 准备下山啦！来看看下山的挡煞怎么样？没什么吹油，就补一点点，油门开度大约只有不到10%，往前断开会不会失速呢？完全是怠速了。这时候我 RTS 补油我会顿挫一下，我试看那个 G7 补油，哇，
丝滑，这真的很棒。有没有带？稍微重刹一点点，还是够。对，摩托它来确实也比较好。引擎刹车的部分我看一下哦。对啊，感觉它的链条好像还是有张力，就拖着后轮呢，就不会容易失速。应该说不会失速吧？目前我没有体验过失速，链条还是有张力的，感觉得到。一补油，马上动力就输出了，就衔接起来了，没有顿挫跟空窗期。对啊，它全部放开还是会撸啦，可是没有到完全失速，毕竟它的后轮还是有牵引力的。跟挡车是不一样，因为挡车还是有很大优势嘛，因为它可以换挡。对啊，如果你不想撸太快的话，就用低档位高转速去吊着你的后轮，就对啊，就可以比较更慢的速度来下坡。弯中轻轻补油，回油再补油，哇，这衔接很丝滑。弯中的衔接丝滑特别重要。GT 确实跟 RTS 比起来，容速真的很高。哦，好chill哦，好想睡觉哦，天哪，太chill了吧！接近无脑期了这台车。来看有变多吗？目前最有名的爱玉冰目前还是没客人，然后这些档口呢就有零星的2-3位。啊，之前来的时候那个机车都沿路停的嘛，停满的嘞，就后面也是，现在完全没看到什么2轮了。天哪，真的好想睡觉哦，好想睡觉哦，太舒服，太无脑了，777不用用脑了呢。OK， 看就是这个点，弯中再补油，丝滑，不会被吓到。有时候RTS这种弯中啊、放空啊、补油会吓到一下，哎呦，会顿一下，车身会抖一下这样子。主要是来自那个传动的新鲜性，没RGC来的那么稳定。单纯靠撸了，看引擎刹车，它的牵引力可以到什么程度？有点后刹辅助，再撸弯。OK， 悬吊也很安定，你看这些缝隙、这些裂缝，过起来车身的动态还是没有被过度干扰。哇，正常如果是RT这种状态下，应该是失速了吧？我没有过慢哦，这里限速30哦，我骑25刚好而已哦。我不是乌龟车哦。我来稍微试看的就倾角极限，来倾角极限。哇哦！哇，这个下坡也比 RT 安定很多嘞。因为他讲了嘛，就是主要是骑士的活动空间。像 RT 有时候刹过头是嘛，你身体会然后呢坐垫也比较瘦窄一点，那 RTS 的，然后这个机器也比较宽胖一点。那我可能在刹车时候哦，身体还是可以稳稳的坐在上面。像 RT 的话，就有点就是会往前倾，对。然后我这个手也伸得够直嘛，有时候的话去对抗那个反距离也比较得心应手。来倾角补油，油门一拜，超稳超稳。它的弯中的稳定性真的是无可取代啊，跟 RT 比起来的话。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想一次拿 RTS 出来编了嘛。可是我深度体验的除了GT就是 RTS 的，我不拿它出来编，要拿谁出来编？哇，我今天的分享还有点零碎耶，不过我真的就想这么无脑骑，对啊，想要什么就讲什么。对，如果你们对GT想要了解其他东西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，或者是看我之前的GT影片，就是高雄试车会开始啊，然后新车状态啊、保养啊、训的过程啊，还有暴力训车啊、拉尾数啊。应该都有，该测试都有测试过了啦。Hold on a second, man. Chill 啦 ，chilling man. 哇，这种3档超车，我觉得还是要再保守一点嘛，为彼此多练空间。像刚刚那个确实有点紧绷。这有个经常出没点，所以可能会有3年。韩国首尔的市区的车速照相的密集程度不会亚于台湾耶，其实。对啊，之前在韩国骑车的时候，真的都是时速50以下吧。然后据说它的那个科技执法也很先进耶，所以讲台湾的测速密集程度全世界高，我觉得可能可以跟那个韩国比一下吧。因为我觉得韩国的密集度我体验起来也是蛮高的，就在首尔的地方。可是我觉得台湾测速最大的问题还是它的
按照了本质的目的上，就有一点扭曲了吧？对啊，像之前在泰国、在马来西亚、在澳洲骑车，都没有这种需要时刻注意时速表有没有超速的状况。对，就是该慢就慢，该快就快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这样子啦。对，然后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是克里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再给你们听一下声浪声音。哎呀，呼呼！